在第一期视频中，我们曾提到，在汉服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服饰的存在，所以在研究汉服相关内容的同时，首先应该了解服饰的起源问题。由于中华服饰文化缘起时民族尚未形成，所以在这一时期是没有民族之分的。目前服饰文化的缘起说主要由人体防护说和人体装饰说构成。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别介绍人体防护说和人体装饰说。一、人体防护说。一、保护身体。这种说法认为，人之所以要穿衣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体温，让自己的皮肤不受野外植物的损害，还有防晒。这种说法是最具大家认可的一种说法。人体的防护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服饰可以抵御气候变化为核心的气候适应说，另一方面是指服饰可以防止外物伤害的身体保护说。御寒说呢，是服装起源中呢最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一种说法啊。比如说大家都认为是感觉天气冷了啊，人们马上会想到再加一件衣服。但是如果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推演御寒说中服装起源的一个动机，那我们就试想着，有着充足体毛的猿，那为什么要脱掉自然的体毛，然后再去寻求其他物质，然后来遮蔽身体呢？啊，那么又有人推测，他们说或许是地球先变暖，而后又进入了冰河期。那也就是说，类人猿先生呢是在先脱掉了没必要的这个体毛之后呢，遇到气温下降，然后又不得不去找一些这个树皮啊兽皮披上啊。那么假如啊人类真是由水族啊那么进化而来的，那么在质疑御寒说的说法上呢，倒是比较有说服力了啊，因为水族动物本身呢它就没有毛，因此呢我们需要质疑御寒，那么听起来是不是显得好有道理？近年来这个随着这个考古学和人类学还有古生物学啊，包括地质学、民族学啊等等，这许多学说的这个很多的多方面的发展啊，特别是对地质考古啊这个文化遗存的这种发现，那才为咱们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服装呢这个它的成因啊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啊，这个距离1750万年到1万年之前啊，那么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它已经能够制造简单粗糙的这个工具。1856年在德国的这个杜塞尔多夫尼安德特河流这个流域啊，它这个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就发现了10万年前啊这个智人的遗骨。大家看这个图啊，这个小图的最左边，这就是智人的遗骨。那么中间的这个是智人的一个复原图啊，这是中间和这个右边的这个是中间的这个智人的复原图。那么从遗物中呢就发现啊，当时的人类啊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这个饰品了。那么在这个生理学说里面啊，还有一种学说就是保护说啊。保护说呢，它是相对于这个前者啊，它是有较多的承认和重视的。那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呢，可能会是导致服装起源的一种触发力。因为原始人呢既要为了生存去狩猎采集，又要为了繁衍啊而保护自己的这个生殖部位，尤其是男性啊，那么将它视为生命之根啊。当人们直立行走，然后他这个频繁的这个穿插在这个草丛中去追赶野兽的时候啊，男性的这个生殖部位呢，那首当其冲的，他就处于一个毫无遮护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境地。那这种缠腰布啊就诞生了。大家看这图片，当时就是有很多就缠在腰上，你说它冷，它为什么不披在肩上是吧？缠在腰上。虽然是呢尚没有提到这个就是遮羞的这种文明意识的高度上，但是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受到伤害，这个是人类自然的本能。那么通过对现存原始部落的考察，那么发现非洲、南亚、澳洲，然后这些地方还都广泛的存在着男性穿
植物韧皮制作的这个裙子的这种习惯啊。另外，以这个布块缠在腰间，再从两腿之间穿过，然后用一个带子前后固定缠腰，或者叫缠裆布啊，这个是相当普遍的。这样就使男子免去了不必要的这种精神负担啊，这样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和这个野兽拼杀啊。二、人体装饰说，中国人在很早就已经懂得用饰物来装饰美化自己。根据考古发现，人类祖先留下的服饰遗物是以饰为主的。人体的装饰说包括2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原始巫术、图腾为主题的崇拜说，其次是以审美心理为因素的吸引说。还有一种呢，就是巫术说啊。巫术说呢，它作为这个服装起源的学说呢，其实也是关乎于人类早期心理的。咱们从出土的这些事物上，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刻意加工的痕迹。那么这些精致的加工的这个工艺啊，那么当时也就是说在当时手工艺水平极其低下，而且工艺设备根本无从谈起的这种旧石器时代啊。那么你说人们他们是以何等的耐心、何等的兴趣啊，去研磨这些首饰啊，并在这个兽牙呀、砾石啊、这个鸟骨上去钻孔啊。咱们试着想，就人们如果没有强烈的这种生存繁衍的欲望，那是不会这样做的啊。原始人他相信万物有灵，欲望呢是他们不畏艰难啊，将自己所有的前程都倾注在这个刀尖上。钻磨之中呢，他得到这个寄托和愉悦，因为人们确信这种饰品呢，它经过这个研磨钻孔，然后戴在身上啊，能给自己带来诸多就是取悦于鬼神或者区别于族人的这种切身利益，所以他非常虔诚的来研磨这些东西啊。最有说服力的恐怕是这个巫术导致了服装诞生，以至于不断变化出新。那么比如说在欧洲的岩画中的这个鹿角巫师啊，然后还有中国漆器当中啊，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头饰的这个巫师啊，那它都能让我们推想到，就是巫师呢是为了显示自己和诸神通灵的这样一个神力啊，那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着装形象。由于人们当时对诸神存在着一种无比敬畏的心理，很可能去追求一种初始动机啊，那么也就是极为神圣的这种仪式感，或者极其严肃的对天的祈求啊，甚至有些荒谬和怪诞的这种献媚，甚至是要挟啊。这个性吸引说啊，性吸引说，那作为服装的起源学说呢，它和遮羞说是完全相悖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他最爱举的例子就是孔雀。他说，每当这个孔雀求偶的时候呢，它就展开翅膀。那事实上呢，很多动物在发情的时候，它都要美化自己的外观形象去吸引异性注意啊。那么人类早期的意识中呢，它也流露出这样一种特征啊。你比方说在这个美国作家麦巴特贝里和这个阿里安巴特贝里啊，他在有一本书，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叫时装破折号历史的镜子啊。他在这里边写，他说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呢，他是在腰间系着羽毛，在小腹和臀部呢飘然下垂，并且呢疯狂的扭动屁股啊，那么跳一种，它叫摆臀啊，它叫扭腰摆臀，那跳一种刺激人性欲的这样一个舞蹈。南非布须曼的妇女呢，她在腰间呢这个腰围啊，它也是用穿有珠子和贝壳这种细皮条做成的，它吊在腹部和臀部摇摇摆摆，其实也有同样的意思。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伊丽莎白·霍洛克在服饰心理学，可能大家有机会买到这本书啊，它叫间隙赶时髦及其动机啊。他也说，在原始部落啊，就是很多的这部落的妇女，她习惯于这个装饰，比方说她戴一个串儿，戴一个什么，但是她不穿衣服。那谁穿衣服？只有妓女穿衣服。安萨里拉斯人呢，他的这个观点就是穿衣服呢是明显的诱惑。人类童年时期，男性呢有通过勇敢和力量去博得女性欢心的现象，那么这一点呢更像这个麋鹿和大角羚羊，那雄狮也是这样的。人类通过配授兽牙兽角来显示自己的这个英勇果敢或者力大无比。咱们大家刚才在看那个虎爪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当时原始部落，你看他们把那个身上啊各种装饰，同样呢，它其实也是吸引异性的一种表现。那由于原始人的竞争意识，它还明显的存在着许多就是接近动物的这种野性，因此呢，捕杀野兽以后，他先吃它的肉，然后再用它的兽牙兽角装饰在脖子上，然后再将兽皮缝制在身体上。其实这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这种
强有力啊，那么在气势上要战胜自然的天敌以及他这个部落里头的其他的男性，从而达到追求心爱异性的这样一个目的。3. 汉服的形成。汉服形成的时期是汉民族确立的时期，它是建立于中华服饰形制成型基础之上的。人们经过服饰创作的摸索而形成了一套在汉族各区域、各层次约定俗成的服饰穿戴习惯。汉服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思想等因素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因而汉服深邃绵长的内在意涵也就更显其独特风姿。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带领大家更为具体的了解不同朝代汉服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对汉服文化感兴趣，欢迎大家订阅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会。